哎，大家伙儿早喽！11月8号星期六，又是一个周六，平田先生的早训练。我错过了2次了，因为从那一周的周3结束，我就去了上海的10公里，错过了第一个周六，然后北马前的周六又错过了第2个周六。今天正式回归训练，但是下周日又是神户马拉松了。神户马拉松现在的身体情况看，就不把它当成目标赛事了，但是会当成一个半目标赛事，就不会像去年的奈良、台北这样这么的大放。因为北马这次没有想到拼到这个程度，因为当时想就是不能浪费那个好天气，不能浪费我的北京。虽然一开始当时北马的时候稍微收了一点，但是呢，我看一起跑就3分35，我说这也许就是注定的吧，所以就这样了。一会儿去喝点水，今天没带水，今天我估计我可能跑15公里，不跑20公里了。今天跑15公里，因为我热身过来3公里，差不多跑完15公里我就坐车回去了。今天带了手机。最近在紧锣密鼓的测试佩兹4，这块手表在我手上差不多已经有不少距离了。北马前周3、周4、周5、周6这4天差不多有40公里，可能得有50公里。然后北马有一个40公里，这就将近100公里。然后再加上这几天，应该还可以。而且高驰我觉得挺好的，就是你这种东西，你评测和测试。就我这种人，我是都愿意做的。评测呢，就是从产品角度去评测，去假想它的方向和它现在有的东西。测试呢，就是一个新的东西上来有一些变化，那我可能能找出一些小 bug， 但是这些东西呢，我只要反馈，马上基本上很多当天就有解决，都不是有响应。那还有响应在排期的东西，所以我觉得挺好的。那差不多去个卫生间喝点水，我们准备开始今天的训练。我跑团的朋友带来了柿子，看，非常好。看今天的衣服，特别喜欢的这顶新的帽子，之后是阿迪达斯北京马拉松的 T 恤。这件衣服有3个版本，一个竞速版本，一个 T 恤版本，还有一个长袖版本。我选了 T 恤版本。之后菲比特的袋鼠裤，之后是阿迪的 Pro 4和配套的境界的袜子。这 Pro 4是东京马拉松的配色，应该是今年东京马拉松。看了ペース4ですか？ペース4、はい。4分跟4分。ご乗車。これ切ろよ。OK、切ろよ先頭。はい。はい、じゃあいってらっしゃい。はい。2、1、走。今天我们计划4分配起步。我们第一个方阵一开始有5位队友。现在大阪也冷下来了，天亮也越来越晚了。起跑的时候几乎还是黑的。从上海的10公里北京马拉松这一次回来之后，我发现我的跑动的感觉有一点点变化，可能是因为上个月参加了2次10公里的比赛，导致现在我跑起来有那种略微有一点点腾空的感觉了。今天4分起步，但是体感要比较累，就感觉
实际上应该的速度比4分快，但是其实并没有，是那种觉得有点挑战，但是能顶下来的配速。但是如果没有这3周的3场比赛，主要是没有上一周的马拉松的话，那我的周6如果跑4分配的15公里，就是很轻松加愉快的。第1公里4分03。第1公里结束，我一看4分03，再加上当时的体感，我觉得肌肉的疲劳还在。我们今天稳住，达到赛前1周的训练目的就好。我们训练的这条5公里的折返路线，从这儿开始是一个爬升，一个连续的有拐弯的，高高低低不一样的一个爬升。这个爬升我觉得特别的好。它所在的位置，它的爬升的高度、长度都特别适合针对马拉松的训练，因为你马拉松中其实遇到的很多的小的上下爬升，差不多就是这样。因为这2年的在大阪跑了好多的爬升，导致这次在北京，我发现28公里那个大桥，我并没有被落下，甚至呢，我还稍微的能快一点，感觉缩短了和前面的选手的距离。基本上这个爬升到这儿一口气爬完，然后前面呢紧接着是一个小小的微微的下坡。然后呢，我们一会儿还回来再跑这个爬升的下坡方向。这个下坡的时候也感觉挺陡的，尤其是在这个速度下，所以下坡也得到了训练。看前面已经开始日出，特别漂亮的景色。第1个5公里结束，右前方这位先生，他的马拉松最好成绩好像是2小时32，他就开始加速，然后我和田中先生也跟上，另外几位队友呢稍微的在后面一点。这时候一度跑到了3分40多，我当时觉得都已经到了我的马配了，这时候就已经开始有点顶了。今天藤冈先生就跟我们一起跑了2.5公里之后，就给我们拍摄，特别的感谢。上1公里3分47。10公里快结束的时候，田中先生在后面了几百米，我和那位先生我们2个一起，这时候他就在我的右边。这时候配速都冲进了3分40，我一度以为是不是10公里就结束了，后来我一想，不能10公里结束啊，要怎么着要跑15公里，但是这个速度跑不了15公里，所以一会儿我就稍微减了一减，过了10公里之后。10公里过了，我稍微减了一减准备。你看这位先生就自己往前。到，我跟他打了个招呼，我就慢下来了。
今年的计划有点小变化，小伙伴们，从第几公里？从第6公里开始，就第一次跑过来之后，就开始加速了，一度加到了3分42，然后后来越来越快，到了马拉松配速，这超出我的计划。这个时候田中先生上来了，我就决定跟住田中先生，但是后来发现也不慢，也够快的。哎，上1公里3分40，我们还有最后1公里。第14公里冲得比较快，第15公里我其实是想略微加速，但是有些担心怕受伤，而且也加不太上去了。现在我和田中先生在一起。到，到。现在的体感，就把现在当成马拉松最后的冲刺，就对了，就是肌肉没劲儿了。来到，哎，来到，来到，哎，来到。结束了，今天累了，
哎，转那个。我那天问田中先生，他好像下周不跑神户马拉松，我们应该就大部分小伙伴应该都跑。11月8号星期六，今天是北京马拉松之后的第一个周六，也是神户马拉松之前的最后一个周末。今天完成了一堂质量非常高的中距离的训练课。以往我的赛前这一周的周六会跑一个半马，比半马配速慢一点点，但是要比全马配速快不少的10公里。但是因为上周刚刚结束一场2小时38的马拉松，肌肉很疲劳，就不能冲那个极限的速度，所以今天的计划就是一个高质量的15公里。今天和队友们一起非常了不起的完成了。今天一开始大家的计划是第一个5公里4分配速，我可能没听清，我就听清一个4分配，我说4分配15公里很合适。之后，我们过了第一个5公里，田中先生和另外一位最好成绩好像是2小时32的先生，就是步频也特别快的那位，他瘦就加速了。之后我也跟着加，我们那5公里加到了差不多3分40多，然后之后那位先生更快了。我过了10公里后稍微放了一下以后，我跟田中先生，后来我发现田中先生也很快，我们最后又是3分45左右吧，跑完了最后一个5公里，最后1公里我稍微加速。我们看看详细数据：15公里57分45，平均配速3分51，最快1公里3分40，平均心率164。对，大阪也冷下来了，看看是多少度啊？7摄氏度，湿度86%。平均心率164，累计爬升52米。然后我们基本上是慢慢往上加，但是基本都还在有氧。最大心率175，平均步频206，步幅1米26。触地时间好低啊，平均160毫秒。你看，随着速度增加，触地时间会降低的。垂直振幅5%，垂直振幅6.3厘米。我们这就是三个5公里，每一个5公里有一个爬升，一个下降。你看前面的5公里还可以，4分03、3分58、4分03、3分57、3分55、3分47、3分55、3分44、3分42，就这时候开始加到我的马拉松配速了，3分44。然后你看第11公里我稍微慢了一点点，3分54，之后又跟着田中先生冲，3分49、3分47、3分41、3分43。我的最后1公里没有倒数第2公里快，因为倒数第2公里是一个下坡，我们就开始加速了。最后1公里我没有很使劲的加。赛前的这一周的周末，如果您今天看到这个节目，明天是周日的话，不妨试试我的建议。差不多我这个建议适合任何已经跑进3小时30的人。如果是女性的话，可能是3小时40就可以。您试一试，这个周末跑一个比您的半马稍微慢一点点的10公里，就是跑完以后比较累，但是注意别受伤，选一个安全的路线、安全的赛道就特别好。这个15公里跑完，它既有强度，也有对肌肉的刺激，同时让你的速度感能够稳住。然后明天开始减量之后，您看周日下午的会员节目，我详细的用一个视频把从赛前1个月开始的练、吃、睡、比赛策略，一直到比赛结束的1周，我全都说了，包括赛场上的一些东西我全都说了，录了特别长时间，好吗？也借机宣传一下我的会员节目，因为我还是比较希望能够做出好的内容，因为我觉得一切的通过自媒体的获利都离不开内容，你有了内容，你才有获利的机会，然后你有了获利的机会，又抓住这个机会，做出更合适、更好的内容，你才有获利的价值。就像我评测手表、评测鞋、评测各种东西，或者做一些内容、参加一些比赛，并不是说你能跑多快，或者说你能用这一双鞋跑多少公里去评测它，你就比其他的了不起，不是这样的。我觉得主要还是做出第一，观众很喜欢看的内容。第二呢，是我觉得至少在某些方面有价值的内容，这是我的宗旨。只不过我现在
处在了一个什么阶段呢？就是看自己的内容越看越觉得不好，但是还没有找到下一个上台阶突破的这么一个点，就是还没有找到上到更高处的那个台阶吧。我在努力，好吧。然后这么着，今天下午我们还是老时间，北京时间下午1点直播间见。第一次回到家里直播，隔了这么长时间。最后还是祝大家能努力生活，健康平安。咱们下回再见。